漂亮的亲子摔的动作。你不要过来啊！你过来呀！注意看。泰国拳王擂台摇头晃脑，频繁挑衅武僧义龙，被激怒的义龙也是二话不说，直接将他放倒在地。输不起的泰拳王竟无视一旁裁判的劝阻，冲进内围，一脚险些将武僧义龙踹回老家。丧心病狂的泰国拳王根本就没有将武僧义龙当成人来看，甚至就连场上裁判和比赛规则也都被他当成了睁眼瞎。而倒地不起的武僧义龙也是双手垂地，表示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。这位戏耍武僧义龙的泰拳王就是来自泰国的百胜拳王姜通猜。他8岁开始练习泰拳，13岁就在大大小小的泰拳比赛中崭露头角。而刚刚成年，不仅凭借上百场比赛的胜利被誉为泰拳王，还是唯一一位能与泰拳王子波球平起平坐的实力悍将。如今手眼通天的姜通猜在泰国拳坛找不到对手后，便打起了中国拳坛的主意。而他挑战的第一位选手就是武林风的当红明星武僧一龙。面对这位少林高僧姜通猜，居然嘲讽说他的金钟罩铁布衫就是江湖把戏，实则根本不堪一击，甚至还放下大话说要在1回合之内将一龙彻底打趴，从而接管他在中国拳坛的地位。反观武僧一龙，面对强势来袭的泰国拳王，也是没有一丝犹豫，当即冲上擂台。此时的一龙不仅是中国拳坛的扛把子，还在国民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。所以这场比赛，它不仅代表着中国功夫和少林武术的尊严，还关乎着中国搏击和武林风赛事的脸面。就算泰国百胜拳王姜通猜的实力很强，但奈何正处于职业巅峰时期的武僧一龙也不是什么软柿子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武林风一手捧起来的流量型选手，对付一个小小的泰拳王者，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一龙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黄色长裤是中国选手武僧一龙，红色短裤则是泰国拳王姜通猜。虽然武僧一龙比姜通猜大了整整2岁，但他这场比赛也依然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与质疑。姜通猜年仅24岁，不仅称霸了泰国拳王，还在华3年时间8战全胜。而众多搏击名将的失利也让他越发狂妄，竟妄想趁机彻底打开泰国在中国的搏击市场。眼看中国拳坛到了生存危亡时刻，身为少林高僧的一龙只能硬着头皮登上擂台，势必要击败泰国拳王，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找回中国拳坛丢失的颜面。作为一种比赛的一种状态，用低扫。现在我们看到姜通猜还没还击，这是他的第一个还击动作，就是运动后扫腿。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姜通猜啊，他的左右腿的这种进攻力量非常的均衡，在这种内围的抱拳当中，看来台下观众大哥对武僧一龙刚才的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，抓住机会将对手压在笼边，就拿着拳头使劲揍。虽然这些伤害对姜通猜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，但应该也能让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不过从小就练习泰拳的姜通猜在内围有着极强的统治力，可能对手稍微一个疏忽就会被他那恐怖的冷招当场打趴。然而貌似他对武僧一龙打出的拳脚根本不屑一顾，居然还摇头晃脑地进行嚣张挑衅。看来他不仅没有少林功夫刚在眼里，还完全没有将武僧一龙当成人来看。现在一龙要调整一下，控制一下距离。现在我们也看到姜通猜也不能敢轻易的出动作。现在我们也感觉到啊，姜通猜可以看到武僧一龙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非常强烈，无时无刻都在拿着拳头想要冲进内围发起进攻。反观姜通猜施展的动作与招式都具有不小的挑衅意义。虽然他如此年轻就能在华3年8战全胜，实力确实很强，但这可是在武林风的擂台上举办的一场比赛，更何况一龙还是被武林风一手捧起来的流量型选手。就算一龙想输，那赛事组也根本不同意，毕竟作为摇钱树的他，赢下一场比赛收益是非常可观的。所以姜通猜妄想激怒他，寻找防守漏洞，从而赢下比赛，简直就是浪费时间。现在姜通猜在今天比赛里面，他更多的利用他的后高扫腿，就是踢一龙的头部，又是利用一种袭击动作上勾，他的变化是很多。这是一个正蹬，迎接的正蹬。第一回合比赛结束。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的，这是我们在安福的电影院为您带来 WF 环球江中马赛
男子72公斤比赛，红方是武僧一龙，蓝方是泰拳王姜同差。一龙为了赢下比赛，也是真的拼了命了。面对对手施展的防守反击，他依然能坚持发起进攻。要知道，一龙的身上背负着不少拳迷粉丝给予的厚望，赢了还好，如果输了，那等待他的将会无休止的网暴与谩骂，甚至还有部分观众说他只是一个冒牌和尚，根本代表不了少林功夫。所以武僧一龙也急需一场比赛来证明实力，从而捍卫自己在拳坛的地位。奈何年少成名的姜通猜不仅擂台经验非常丰富，还对中国选手的打法战术也有所了解。对付这么一块硬骨头一龙，必须要拼尽全力才有一线生机。在今天比赛里面，姜东猜一直在用一种挑衅的方式在激怒一龙。将这种靠传的内围记住。提起武僧一龙这个名字，可能不少观众会都嗤之以鼻，毕竟一龙在擂台上睡觉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。不过他为弘扬中国功夫和传统武术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而一身黄裤穿搭也是让人第一时间就能联想起来少林寺。此时从表面上看，貌似他发起的进攻杂乱无章，没有一点规则，但其实却是乱中有序，连续的组合拳也是让姜通猜不得不向后拉扯，暂避锋芒。逐渐进入了比赛状态的一龙也慢慢的掌握了比赛的节奏。如果不是因为姜通猜的抗击打能力太强，那说不定早就已经被这王八拳给打倒了。这种变化就是你用一种 S 型的进攻方式，S 型就是先用低扫，然后后传要跟得上，节奏让它打出来。而现在我们看到姜东猜对于这一龙的低扫，他都能够跳掉，让你打空，他打得非常的放松。被打出了火气的武僧一龙怎么管不了那么多了？只能说这全程都在灵活戏耍的姜通猜确实有一套。面对武僧一龙发起的猛打猛冲，他直接搂爆，完全不给对手一点施展动作的空间。而两人一旦分开，他又会消极防守，勾引一龙进入内围。长此以往下去，一龙就算脾气再好，也彻底爆发了。要知道，他这场比赛的目的可是证明中国功夫和中国实力。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就算赢了比赛，那自己的尊严也被丢尽了。这对于好面子的一龙来说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。冤家上弓，因为一龙的拳要比这姜东猜好。第二回合比赛结束，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，这是我们在安徽的定远为您带来 WF 黄金双争霸赛男子72公斤阶级比赛，武僧一龙同这个泰国姜东猜的第3回合的比赛。我们通过前2回合已经能够看出，今天这个泰国的姜东看一龙这小碎步就知道，今天这场比赛已经稳了。虽然他打出的拳脚并没有让对手倒地，但却拿到了不少的有效点数。反观姜通猜，虽然发起进攻的次数并不频繁，但每一拳每一脚却都在精准的同时还非常有力。毕竟能在中国取得8战全胜，那没有2把刷子也是不可能的。然而，就算他的实力再强，在武僧一龙面前也得老老实实的做人。更何况一龙还有金钟罩铁布衫独门武术的加持，所以姜通猜想要将他彻底打趴，完全就是白日做梦。上攻，上攻，但是姜东猜很聪明，我用手夹住你，我不让你再打了。漂亮的亲嘴摔的动作。现在姜东猜也被激怒了，现在双方在这个缠抱在一起。躺在地上的一龙双手垂地表达自己的愤怒。姜通猜这样的行为不仅是在踩踏他的尊严，还在撕他的脸。受到了奇耻大辱的一龙怎么也想不通，好好的一场搏击比赛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此时两人心中都憋着一口气。在一龙想要暴揍对手的同时，姜通猜也没有打算让一龙好过。两人将近3个回合的激烈对拼，也让比赛早早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而如果姜通猜不能在比赛的最后完成终结，那他绝对会以点数输掉胜利。现在一龙是左右的摆拳，对方就是用长矛，因为他在力量和打击力量上是不如武僧一龙的姜通猜。
他都靠他一种狡猾的一些战术，全场比赛结束。最终，武僧一龙成功以点数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觉得一龙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